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21日。喺2個鐘頭前，我收到一個突發新聞，呢個突發消息咧，我覺得好震撼啊！就係一個男子37歲正值壯年啊，喺英國倫敦向西揸車1個鐘頭嘅一個小鎮度，喺一個公園裏邊係無故死亡，而佢死亡嘅原因咧係 unexplained， 係無法解釋嘅。目前咁當時被發現佢嘅時候咧，佢仲有生命跡象嘅。後來搶救無效就證實死亡啦。咁佢就係上個星期啊，係被捕嘅涉及香港經貿辦間諜案嘅一個人物。3個人物啊，第一個就係袁 Sir， 袁 Sir 咧就曾經擔任過香港水警警司，後來係去過澳洲留學啊，同李家超咧係做同期同學嘅。然後退休之後咧就去咗呢個嘅倫敦經貿辦，好明顯就係香港嘅警察早期就可以攞居英權啦。佢就去咗呢個經貿辦裏邊擔任第3把交椅，呢個係第一個人物。第二個就 Peter White，Peter White 咧就係一個移英港人啦。大學畢業之後就留喺英國當兵，上個戰場，然後退役後喺希斯路機場咧就做特警。咁後來咧佢就開咗一間叫 D5 Security Limited， 就專門咧接咗經貿辦嘅生意。近呢幾年咧好多照片咧都見到佢咧喺經貿辦嘅一啲活動現場裏邊指揮。亦都係英國做啲房地產生意啊！之前香港即係有好多人嚟英國買樓，咁佢咧就拍嗰啲影片咧，係講英國家居安全嘅，因為佢開一間 Security Limited 啊嘛，咁所以都為香港人熟悉嘅。第3位就係呢一個人士啦，呢個叫 Matthew 咧，佢係喺英國大學畢業之後就當過兵，去過索馬利戰場上面打過仗，打過海盜，然後翻咗英國之後咧就擔任移民署嘅官員。嗱，佢係做移民署，而 Peter White 咧係做機場嘅警察，所以佢哋2個人咧都有能力咧係直接 log in 到警察部或者移民署裏邊嘅一啲資料庫，而獲得咧好多香港移民呢啲移英港人或者係啲敏感人士流亡分子嘅人生資料啊，譬如話住邊度啊、電話啊、車牌啊，全部佢哋可以揾到啊，所以咧佢就係涉嫌咗呢個嘅間諜案裏邊，而後來係因為非法闖入一個移英港人 Monica 屋企啦，扮呢個整漏水嘅維修人員啦，咁結果咧就俾人哋拉咗，因為蘇格蘭場一早已經監視佢同 Peter White 噶啦，結果咧苦無證據，後來佢非法闖入人哋屋企，梗係拉咗佢啦。結果喺手機裏邊咧就發現大量嘅一啲嘅交易資料啊，就係同經貿辦交易嘅資料，經貿辦直接咧用戶口官方戶口轉錢俾 D5 Security 公司，而 D5 Security 公司又轉錢俾呢間公司，即係呢個 Matthew 開咗一間公司就叫做 MTR Consultancy Limited。咁我查一查呢個 MTR Consultancy Limited 咧就係佢係唯一一個股東，37歲嘅 Matthew。咁呢個 Matthew 咧，佢開咗呢一間公司就係報價，譬如話係跟蹤啊，係監視啊，喺唔同嘅地方全國監視一啲移英港人、流亡分子同埋中國民運人士在英，都係喺佢嘅工作範圍，佢有報價嘅。而呢啲報價咧就全部有晒官方證據同記錄嘅，所以佢已經係上咗法庭而承認咗部分控罪，而佢只係話佢唔知道嗰啲係非法嘅。佢因為做開私家偵探，佢認為呢啲係合法嘅，但係明顯對方就唔係一般人委託嘅私家偵探調查啊嘛，而對方就係一個外國機構啊嘛。外國代理人唔係代理人添啊，係直接由外國官方嘅機構，咁由外國官方嘅機構去揾佢去調查英國嘅公民啦。咁呢個就係涉嫌違反咗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裏邊一啲勾結外國勢力嘅證據咯。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就上咗庭承認咗部分控罪噶啦。結果保釋外出嘅期間咧就離奇死亡，到底咩原因我哋暫時唔知，亦都唔好用陰謀論去推測。留翻俾法醫啊，因為最後應該會揾得出原因嘅。反正就係死咗啦。而我就查一查咧，佢死亡嘅地點喺一個公園度，而呢個公園咧就係鄰近佢所住嘅地方，大概只係4分鐘嘅車程，但係好明顯啦，佢就係行路嘅。咁好可能係由屋企行去火車站，因為火車站同嗰個公園咧係相隔1分鐘嘅距離嘅，行路係1分鐘，所以好可能喺屋企行去火車站，或者喺火車站行翻屋企嘅期間咧係離奇死亡。咁呢啲係人來人往嘅地方嚟喎，雖然話呢個公園5點幾，但係好多人經過嘅地方嚟喎，所以都死，除非佢係猝死嘅啫。做運動跑步猝死，咁呢個不能排除啊。但係如果有其他
不可抗疫嘅理由而死咧，相信係有目擊證人嘅喎，或者甚至乎公園裏邊係有 CCTV 嘅喎，咁所以呢樣嘢咧，真係實在係撲朔迷離啦。咁但係從呢一點可以睇到咧，有好多人就擔心以英港人嘅安全係咪放心咧？尤其是啲異見分子、流亡人士。咁我首先喺度做個聲明先啦，因為我而家咧係人生咧活得最快樂、最開心嘅時候嚟嘅。我同我太太啊、我兩個女啊、我父母啊，英國咧生活得好開心。咁所以咧，我係唔會有任何人生嘅重大嘅想法改變嘅。我係非常之快樂。咁啊，無論如何咧，有一啲人咧就以為離開自己嘅國家流亡去英國就會安全，好明顯唔係咁樣啦。而過去有好多嘅例子都證明到唔係咁樣噶啦。譬如話喺2006年啦，2006年咧一個俄國嘅前安全局官員 FSB 嘅官員叫做亞歷山大 Alexandra。咁咧佢喺倫敦咧就被毒殺，使用係高濃度放射性嘅撲210係被毒殺死亡。而佢點解會被毒殺死亡咧？咁佢死前咧係不斷指控普京，話佢係涉及到貪污腐敗，而且佢係負責查一單俄國嘅安全部貪污腐敗嘅案件。咁所以咧佢係有呢個控訴，而最後咧喺2006年無故死亡。英國嘅法庭喺2015年調查認定佢嘅死亡咧同俄國政府咧係有關係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喺2018年。咁喺2018年咧，一個前俄國嘅軍官咧，同埋佢個女喺英格蘭即係佢哋流亡所嘅地方。咁結果就係中毒，而發現到佢所中嘅毒咧係一個神經毒劑，係蘇聯時期呢個蘇聯嘅特工咧係所常用嘅一個神經毒劑，亦都係蘇聯本土研發嘅。咁呢件事件咧引起國際強烈嘅譴責，最後咧導致多個國家咧係制裁俄國嘅。咁但係呢兩個人都好好彩，佢哋係好翻嘅。咁大家都覺得係俄國特工所做噶啦，咁所以導致到制裁。2013年又係流亡英國嘅俄羅斯嘅巨富啦，亦都係被發現到喺佢英國嘅寓所裏邊係上吊嘅。咁但係佢雖然係上吊啫，係自盡啫，但係佢嘅死亡咧有好多疑點。當時亦都有好多嘅專家係睇到環境證供，認為係被自殺嘅機會係不能排除嘅。2012年亦都係啦，幫助瑞士檢察官調查俄國洗錢案件嘅一個商人喺英國亦都神秘死亡。咁當時係發現係心臟病發嘅，但喺胃裏邊咧係發現到咧有一啲嘅藥物喺裏邊，呢啲藥物咧唔係佢常用嘅藥物，而且帶有毒性嘅。咁所以有一啲嘅，尤其是揾到有黃花甲竹桃所提取嘅毒物，咁所以由此可見咧，係被特工殺死嘅機會率咧係非常之高。所以咧，異見人士好中意去英國，因為有自由有民主。但係英國咧，警方好明顯係對呢個嘅 Matthew 啦嘅保護或者監視不足啦，以及過去嗰啲俄國嘅巨富或者俄國嘅一個官員指控普京嗰啲人嚟英國咧。佢哋都冇足夠嘅保護嘅喎，一個當然係資源嘅問題啦，而佢哋自己亦都可能未必有資源去請保鏢，咁所以嚟到英國咧，被毒殺或者係上吊或者心臟病突發死亡咧嘅例子係太多啦。俄國過去咧喺國際上都做好多呢啲咁嘅新聞㗎啦，或者係同俄國有關嘅新聞。咁但係如果今次呢個 Matthew 呢個事件咧，涉及嘅國家就唔係俄國，咁呢個咧就係會令到國際咧更加緊張喎。會唔會就係現代版嘅呢個奧地利大公費迪南事件嘅翻版咧，甚至乎係阿羅號事件嘅翻版咧？咁呢個咧有機會係醞釀咧更嚴重嘅衝突出嚟。咁所以希望咧，如果係即係一啲流亡分子或者係一啲敏感人士真係要小心。同時間咧，我發現呢個 Matthew 咧，我利用 AI 嘅軟件去追蹤佢，因為咧佢嘅相片太少啦。官方見到個相片係得一張嘅，喺法庭上咧對漫畫嚟嘅，而我就係利用佢嗰張官方嘅相片咧，喺 AI 嘅軟件裏邊搜查，就發現啦佢唔同時期，譬如話參加嗰啲婚禮啦，最近咧佢一張相片咧 AI 話係同一個人，我就不能肯定係咪同一個人因為我望落去都係有少少似樣，但係又唔係好高清。咁咧原來咧佢今年嘅呢個嘅2月份咧，根據 AI 就話佢係喺英國出席咗一個活動，呢個就係英國及法國教育科技展，
咁而裏邊咧係接觸過一間香港嘅中學嘅，一間香港咧即係以一個姓劉啊嘅人士為一個命名嘅中學，而咧撳入去裏邊嘅照片咧，又真係見到一啲嘅活動嘅痕跡喺裏邊嘅。咁點解一個 MTR Security 做 security 嘅公司係會參加呢個科技展咧？咁當然有可能嘅，但係又遇到香港中學嘅學生咁而後來咧，我再撳入去嗰間學校裏邊咧，只係見到一啲咧舊有嘅截圖嘅記錄，而佢官方嗰張照片咧就係被刪除咗。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揾到可疑之處，但係我就唔能夠完全盡信 AI 到底係咪真係100%肯定係同一個人咧？因為咧只提供咗一張照片俾 AI 去揾，咁可能個準確性係會降低嘅，但係就竟然揾到同一間姓劉嘅香港中學咧係有關聯，咁會唔會當中會釣咗啲咩魚出嚟咧？咁呢個睇下會唔會有傳媒可以跟進到啦。咁所以呢一點都係要注意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即係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OK。咁睇下呢單新聞，拭目以待，會唔會有睇下有冇更震撼、更重要嘅消息可以跟進啦。OK，拜拜。